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 FT 新出的这款三变战士闪电盒子的外包装，依旧是用玩具照着画出来的二次元效果。纸品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很厚的一本说明书。这一回的闪电变形的步骤还是比较多的，倒是这次说明书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武器紫色金属涂装的大枪，透明剑刃的大宝剑，这个会非常漂亮啊。中间这里透光度特别的好，到了边缘这里又偏向淡紫色，质感做得很棒。3个替换眼睛，另外还有一个小辫子，就是它后脑勺，然后长了一个小一点的炮。本身闪电玩具也好，动画也好，背后都是一个坦克的炮路出来的，结果在一些作画失误的镜头里边，就把这个炮管子缩小了，跟脑袋连在了一起。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外包动画作画纰漏了啊！所以呢，这一回 FT 的闪电也给你把这个配件带了上去，你可以在变形的过程中把这个炮管子缩到整个的炮塔里边，然后把后脑勺换成这个短的两种形态吧，看自己的喜好切换。玩具人形包装，到头顶高度在24.5公分左右，炮管子最高处将近29公分，头雕的样子做的还是很好看的啊。金属涂装的眼睛，两边的紫色，脖子这里有一个独立的旋转关节，但是做360度旋转的话，会被后边这里稍微的妨碍到一些啊，倒是转头的方向也够用了。点头抬头有一个独立的活动轴，胸口这一块电镀件和透明零件嵌进去以后的这种质感很棒。胳膊平举90度，前后活动90度多一些，因为会被这一块的变形造型零件所挡住了。二头肌360度旋转。胳膊肘屈臂，一段关节幅度就已经非常大了。手腕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可以向下窝360度旋转，全指可动手。腰部左右旋转，这里的范围不是很大，会被后边的炮塔挡住一些。前后有一个独立的弯腰关节，里边是齿轮运作。胯部合金的齿轮关节，前踢活动范围还可以，后踢大概这么大幅度。侧台并没有齿轮，但是支撑的稳定性很不错。这一块腿部还是挺重的，合金件非常的多。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膝盖这里其实是2段关节，下方这里是轴可以拉出来一个边，上边这里是齿轮关节运作，折到90度左右。脚踝变形的需要可以前后的活动。左右整脚的接地，对比一下动画片里边的样子这个元素可以说还原的已经是非常到位了，包括腿部这一块的形状、脚的形状、两侧的垂直尾翼，甚至肩膀的这一块紫色的小尾翼露出的一个部分。后背这块板子的灰色也是尽量去还原了，它在内部内嵌了一块。背后的样子来看，遮盖度是非常高的，基本上都不会暴露什么特别明显的零件。造型的话，这一块做的形状是对的，只是颜色上边动画片里边是一个紫色的。想象一下，如果再包一层紫色的片上去，那这一款的变形步骤将会更多了。从侧面看一下，这个背包会压缩的非常扁，完全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对于坦克、飞机2个载具的情况下，还能把这个背包压缩下来。其实目前来说，这一块并没有影响到重心站立啊，支撑的稳定性啥的都还可以的。好，咱们也是正式进入这一款闪电的变形过程。这一款 FT 的闪电变形的步骤还是非常多的。首先老规矩，我们先把拳头翻开盖板，收纳进去。按说明书的顺序来，我们先把它变成飞机的形态。第一步，从背包开始抠吧。把这一块灰色的板子和炮塔上方这里的一个卡扣脱开，然后和紫色部分连接的地方有一个挂钩，把这里也脱开，打松。根部有一个双段的关节，卸开这2方的插扣之后，整个的肩膀往出拉一点点，拉松，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中间的这一条履带的缝隙拉出来，旋转一下。整条都是一个合金的零件，所以不用担心损坏。翻到尖头来，这一块的滑道往出推一下，推到底有一个锁扣，接着把这一圈小翅膀折出来，尾翼的部分。顺着侧面的这个板子打开，先拉下来腾出空间，接着我们把上方这一块整个旋转180度到这面来，翻起板子根部的这一块三角区域，
背后这里炮塔 Z 字折叠打开，然后把这个炮管子180度顺这个孔钻下去，收到里面。这也是你在切换脑袋后方小炮管子的时候需要做的一步。下方这里有一个双段的齿轮关节，把这一块抠开，往下拉，腾出更多的空间来。打开后背2块的盖子，脑袋旋转个180度，收纳进去。先折这面，再折这面，挂钩锁定。然后这上边有一个小板子带挂钩的地方，我们也把它打开，把这半拉先拉开。下方这里有一个小片儿，打开这个孔，然后通过双段关节往外挪，把这一圈移到外侧去，再把这个挡肉的片盖上。此时履带上方有一个滑槽，我们把它缩短，然后从根部的双段关节折一下，放过来。另外一面也是，压到底锁住它，再根据这个双段关节翻一下，折到这面来。此时侧面的这一条就可以包上来，连通里面所有的卡扣都扣上，结合。然后再把这一条回归上来，这个翅膀90度放下来，外侧这里所有的卡扣固定，顺着这个挂钩再给它挂上，锁定。那一侧的翅膀我们就整理好了。另外的一面，注意一下里边这里边的一些卡扣位置，这个和尖头这里有一个锁定点，上方这里有一个插合。侧面这里还和这一块的板子在紫色的边上跟这里结合，同时的进行。90度把翅膀放下来，然后再90度把这一面锁扣挂住，外侧的这一条封上来锁进去。后背的背包这里，我们现在就可以先把它回归过来，根部还是个齿轮关节啊，我们把它压下去，看平。然后把这一块旋转个180度，这里有2个引擎录到上面，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锁钩，把这儿撅开，然后整个的这一层打开这一片板，翻折过来，根部这一块的垂直尾翼稍微的翘起来，哎，就可以把这一块90度延展开，哎，里边这个也跟着出来了。然后这条腿不一样的地方是这儿有一个挂钩，把这一块90度先折开，再把这一条翻起来。现在紫色的这个盖子，我们就整个顺着里边拉起来。根部白色的这一块都是多段的关节，你所看到上边所有的这一条整体都是合金的零件，包括大腿的位置。所以这条腿是很重的，起到一个很好的配重效果。延展开了这一大片面板之后啊，我们需要顺着根部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先往外折，折到最根部，让出来侧面这2个板子，把这个边儿打开。好，这个时候再往回折，放成这个样子。外侧的这一面整个的贴过来。其实它的设计理念很简单嘛，这一块是个包的皮儿，这儿是机头，然后翅膀这儿转换一下位置，身体甚至你都不用变形。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说看到这个变形望而却步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恐惧它，你把它拆分成块儿，很简单的就过来了。脚尖呢，顺着根部的双段关节让开倒角的位置，旋转180度，把它插到脚后跟里面去。这一块啊，一定要插到底。因为插不到底的话，对最后密合是有影响的。卷成这样的一个引擎，然后脚踝关节给它扭扭正。下方机头的这一块，我们打开这个板子，旋转个180度，再把前头的鼻尖翻折，这一块打开，抠出鼻尖，哎，包上。
然后注意在内侧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紫色挡肉板，给它翻下去。后方这里还有一个黄色的挡肉板，再翻出来。我们打开这一片，翻出这一块的垂直尾翼。注意这个双关节啊，还有就是边缘的夹角，不要把它超出去啊，窝到这里边夹住。然后这一块的凹槽处呢，穿过肩膀这块的一个桩子，把它插过去。哎，但是不要扣到底，因为这一块面板中间啊，其实是有干涉的。最麻烦的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一块面板张开一定的幅度，然后把这一条让到里面，夹住它，再往上包这层紫色的皮儿。然后我们来拆这条腿，先把这个小挡肉片儿，左一片右一片都收进去，这块的双关节拉起来。然后抠开小腿后方这里的一个锁定条，整个的把这一片张出来，左面这一片，右面这一片同时的张开，往出拉，拉出来以后翻折一下，顺着紫色双关节的根部折到最底下，在不挡的情况下，这块锁住，把大腿侧面的这一条拉出来，抠开。然后再把这一片给它反着包上去，尾翼折出来，脚丫子变形，把这个脚尖让过倒角，从这个洞钻出来。接着打开这里，翻转180度。翻出机头，顺着这一块打开盖子，离间折出，锁回去。然后一个挡肉片，2个挡肉片就搞定了。其实你只需要记住的是什么呢？人形的小腿上有2个挡肉片需要折叠。飞机的机头下方有2个挡肉片需要翻出，2对2，这样子你就不会忘了翻了。但需要注意，如果你的飞机形态下要翻出起落架，在这一步就要把它从侧面这里折出来，然后继续避让开这一块。可能说变形最难受的就是这一块的往内收缩了，你需要来回的避让一点点，还得利用到这块板子的一个边缘夹角的韧性。然后捋顺，把它缩下去，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样子。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所有的卡扣顺着中间对着插起来。先扣这面的板子，根部有一个插扣，跟前方结合，这里的2个挂钩顺进去了，再顺这一面把它揪住，又有一个刚才我们先翻出来的挂钩，最后这里的2个挂钩给它锁上去。翻到后边来，2个脚丫子放下来，把这俩引擎扣住，锁到底。刚才翻起来的这个黄色的板子，2个挂钩，再给它结合锁上。侧面根部黄色的这一片向内折叠，往起翘成一个斜着的角度，后起落架在这个位置，翻出小轮子。整体来说，我觉得变形这个难度真的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这个盖子往上拉一下，这一块的避让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这一块面板里外面翻折过来，说白了就是个叠纸箱子。但是要说 FT 这一次的设计脑洞也是挺大的，它颠覆了以往的闪电传统变形结构，把这一块直接缩到了小腿里边，而不是把它变成胸口。想法很好，最终处理完成的效果，还原度方面做的也是可以的。和动画片里边对比一下，形状也好，元素也好，这些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尾部的造型，2个引擎也有刻画出来，包括这2片的水平尾翼，下边的坦克炮塔也变成了这种偏梯形的方块样式。透明的驾驶舱，整体的一个金属紫色的涂装效果啊，亮闪闪的，非常漂亮。这个飞机形态，我觉得对于动画片里边的还原度也基本能达到个8、9分了。那我们再来把它变成坦克形态啊。翻到下边，先把起落架收起来。现在我们需要大型的拆解一遍。前起落架回收，这一片板子
回收，然后打开敌肩的位置，收纳进去，把它旋转180度。所做一切解放开这么多的地方啊，就是为了收这个笔尖，旋转这个机头。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机头再并回去了。结合好以后，先不要合并，我们要把这些地方全部都拉开。然后两个胳膊啊这一块再拆一遍，打开，再打开胳膊。腾出来这些空间的目的是为了掀开胸板侧面这里的一条挡肉的零件，拉开，往下折叠，贴过来就行了。目的只是为了延展出来这个滑槽，可以让它上下的滑动。这个重复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所以呢，它从飞机形态切换到坦克形态是比较麻烦的。你反而从人形开始往坦克变，这个过程步骤重复的做的不多，就会更方便一些。所以呢，它在说明书展示也好了，包括一些视频演示啊，也都是从人形再往坦克形态去变形，把它缩到这一面来。肩膀后方这一块的水平尾翼再次拉出来，收纳，缩进去，缩到底，这一块再回归，然后顺着中间这里有一个夹层，把这一条打开，解松之后，紫色的零件我们旋转一下，折的角度稍微大一点吧。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翅膀翻转个180度，拧到这面来。紫色的再收回去，上方这里的履带条拉起来，根部这儿90度旋转，把这个半圆的折出来，包一圈，插扣固定，让这一层的履带组合出来。这个设计的想法还是不错的。另外的一边也是拉出来，收水平尾翼，滑进去，把这一块密合上来，后履带这里先拼合好，然后解锁开这一块，打开插扣。紫色的零件和深灰色的这一块中间有一个插扣，解锁开，然后给它旋转，翻出来一个更大的角度，为的是方便它的旋转翻出，拧个180度，再把它收回去。履带的这一条啊藏在这儿，把这个尖儿折回去。上方这里还有个小锁扣啊，它是固定的时候插的，把它推平。我们把这根垂直尾翼收纳一下，这里张开先，贴到这儿，插进去。好，再张开这一片，打松里面的卡扣，贴到这个外侧来，把它插到肩膀里面。依旧需要调整这一块面板和前方这里的干涉关系，把它先折进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开花状态了。这里开始闭合，往回扣合的时候，注意手臂内侧这里有上下2个档位。飞机形态下，因为是滑下去的，插这里；坦克形态下提上来了，插这个位置。跟这儿先挂一层结合，锁上，然后这一片包下来，履带外侧这里扣合，夹住。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插到缝隙里了，再把这个垂直尾翼顺着这个缝儿撇下来，夹进去它。外侧的这一片我们先打开这个紫色灰色的这片面板，我们折动根部的双段关节，把它翻平。里边有一个插扣，和紫色的面板上面直接插下去就行了。另外一边同样的方式调整密合好这2块脚丫子，最后再锁回来，把这挂钩嵌住。现在看最外侧的这一条根部的灰色零件，我们翻起来一个插扣，再往内折90度，把这块板子延展开，
翻下来以后，根部这里有一个锁扣，先把它插住，再把侧面这里结合插上去，最后再把外侧的这一条前履带连同翅膀插过来，又一层插扣结合，里边的内容2层夹扣全部锁入之后，中间的紫色挂钩放下来，履带就拼成一体了。这一块的根部会不太好插，因为都有2段的关节啊来回的活动，所以呢也是对准，一定要把它插进去，确定它完全插到位以后，固定好了，再把紫色的插扣翻过来和它结合，最后全部调整好，锁定履带。炮塔的部分，拉起根部的双段关节，解锁开卡扣，把这一块折开，往前折，顺着根部这里打开，然后以最大的空间幅度折出这2个片儿。炮管子顺着这里边钻出来，翻到前方，再拉长。根部的这一块双段往前锁下去，这块有扣子，把它压合。炮塔上方的这2片延展宽，打开这个零件 Z 字折叠，把它包一下。好，现在炮塔就张开了。然后呢，往下压，把这2个插扣插到底，再放下来。打开上方这个驾驶舱的盖子，枪握把折起来，这个大宝剑跟这儿对插一下，就可以把它放在坦克的底儿上。这种搭载的方式还是不太喜欢啊，拿下去吧。坦克形态变形完成就是这个样子了。整体来说的这个完成度也是可以的，包括上边炮塔可以来回的旋转360度。炮管子上下有一点点折动的范围，这块还可以模拟开炮的那个后坐力。从上方来看，这个坦克的宽长造型上都是完全可以在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尤其从这个角度看，很像当时动画片里边 OP 一排闪电的坦克形态开出来。整个装甲米黄色的部分也都是闪亮的这种金属漆，对着光看闪闪发光的，很不错。包括履带上边一层一层的这些细节刻画，以及导轮上面的这些齿牙，底盘的收纳也是干干净净，屁股后边就撸着2个引擎口了，车头这里撸着半个飞机的机头的这种演出效果，也是完全还原了动画片里边没搞清楚玩具前后顺序的这么一个感觉。老生常谈的一个当时的作画 bug 了，不是作画 bug， 就是纯粹没有理解塔克拉玩具设计的概念。当时人家玩具这面是正面，人那边还做2车灯是吧？然后呢，做动画的人拿到了玩具呢，直接就把这边当成了正面，然后就画到动画片里边了。所以跟动画片里边的造型对比一下，也是很实诚的把这一块给你还原了出来。不过因为变形结构的关系啊，下方履带上就没有做什么假的导轮来辅助推车了，这个只能静态的摆放。最后咱们也是总结一下吧 ，FT 的这个闪电啊，可以说是 FT 自家拖得最久的一款产品了。闪电的徽模公布的非常早，这其中呢又修改了一次方案，又重新推导重置了一次。所以说目前来说，这一版闪电应该是后续的第3版的设计了。中间断断续续的报过几次进度的更新，我们也能从徽模上边看得出来，3个形态的完成度效果啊，我个人感觉基本上都能达到80%到90%了。已经是很高的一个素质了，只不过中间的这个变形转换需要调整的过程，尤其你从飞机变坦克形态下，还不如从人形再往回变。而且2片紫色的遮盖零件和前方的那一块中间往回扣的时候，干涉的问题又比较严重。所以这一套的变形过程，其实你要理解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它无非就是翅膀履带这一块的切换，上下的调动，对吧？这一块的炮塔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小的缩放，然后胸口都不用变形，它把这一块机头的位置整个藏在了小腿里边。所以这一套的变形理念啊，你理解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只不过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翻折的小片，比如遮盖的这些堵窟窿的位置的板子是比较多的。如果说能称之为亮点设计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个履带的这一条的收纳存放这块的设计是挺有想法的。炮塔的一个质量转换技术使用的零件并不多，但最终处理完成的效果也可以。倒是让人最意外的是颠覆了传统
闪电的设计啊，把胸口本应该是变形出来的零件藏到了小腿里边，反而这样处理完成的效果倒也不差。整体的做工用料水准都是第三方的第一梯队，也是目前 FT 口碑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个漆皮的表面好像还有一层保护的光油，所以呢，有一些插扣也好、倒角的地方，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耐磨的，不是那么特别的容易一碰就掉漆的那种，做的还是相当有水准的啊。曾经我说过，其实变形金刚里边最难设计的就是合体金刚和三变战士。你要说六面兽那种变形比较多的，或者说平平往那一趴基地的三个形态，那个就比较抽象了。真正难做的就是闪电大火车啦、弹簧了这些三变战士，非常考验设计师的零件转换率以及它的空间想象能力，最后的统筹以及这么多的零件该如何的安放。最难的是如何还原出来动画中的三个形象。你要说还原记忆玩具，那你买个记忆玩具就得了，是吧？你还原的是动画片里边参照着记忆玩具画出来的美化后的效果，甚至还有一些不讲道理的质量转换和颜色的 bug。而这一次的 FT 闪电，我觉得整个三形态下完成的效果度是目前来说市面上最高的了。变形，如果你理解了它的结构，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难啊。甚至相比起来啊，这闪电要比自家出那大火车变形难度简单太多了。那么大家觉得等了这么多年 FT 的闪电究竟做得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